导览的第一件拍品啊，我手中的这一件呢是今天晚上的第5号拍品1555号，是一件民国的粉彩花卉纹碗啊，民国的粉彩花卉纹碗。那么这一支的品相呢，先跟大家说一下，它是口沿有科补，然后还有冲线已修啊。因为已经修复了，所以在这个镜头下方我没有办法很直观的告诉您。那么对这一件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点击我们这个下方的小黄车啊，小黄车里有所有拍品的这个紫光图、细节图都有啊，所以呢，您在参拍之前可以提前了解一下拍品的状况。这一件呢，经过修复呢，我们直观看上去呢，还是挺漂亮的一件拍品啊。这个非常的干净漂亮。然后呢，它的主体纹饰啊，是以这个粉彩画了好几种的一个花卉啊。刚才跟汤老师也看了一下，那么画的有这个海棠花啊，小的是海棠花，然后呢，这个是牡丹花，然后这个呢是菊花，还有这个是蜀葵，对，蜀葵花，有4种花卉，蜀葵，有4种花卉，也是40花卉的一个表达的一个意思啊。那么这种花卉呢，画的这个彩啊，也是非常的漂亮，然后花卉画的也非常的细致啊。通过这个镜头，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花卉呢画的也是挺漂亮的，而且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另一面呢是留出了起码有1/3的，或者是说1/4吧，一个空白啊，就是碗的另外一面是留了一个差不多1/3的一个空白。它其实是采用了这种留白的技法呢，是延续了这个雍正时期的这种画法，就是采用这个主题画片儿，它画的不是太满。而它是采用了留白的这种方式，那么给人以无尽的一个遐想，然后呢，看的不是说那么的满，对吧？也是画面的另外的一种要表达的意思啊，就是它画的还是有它的一个意境的啊。然后这个碗的里边呢是光素无纹的，碗的里边是光素无纹的啊。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底部。底部呢是落了一个大清光绪年制的6字双行的矾红楷书款啊，这个款呢写的还是不错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标准。但是呢也需要跟大家汇报一下的是，我们结合这个款，还有这个整个的釉面，还有这个彩来说，我们这一件把它定的年份呢是民国啊，也请各位注意一下，这一件的年份我们定的是民国。但是呢，这件虽然说年份是民国，我觉得它不输于这个晚清时期的这种画工啊，画的还是非常的到位的。好，这一件的口径呢是16.5公分，口径应该说在碗类来说，也算是比较大的一个尺寸了吧。所以这一件呢，作为今天晚上的拍品为大家呈现，是无底价起拍。有喜欢这一件的朋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好。这件东西呢，是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一件作品啊，它是粉彩花卉纹碗。那么这件东西呢，我想最关键的要给大家解释呢，就是这件东西本身，是吧？虽然底下我们落了矾红6字2行楷书款，大清光绪年制，但是呢，这件东西的工艺水准。应该是民国早期仿。那么对于民国早期这个不是十分了解的这些朋友啊，我希望呢，像这样的东西，如果说您有意的去研究它的话，是值得收藏的。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呀，在市场上看到比较混乱，有些东西因为落了款就把它往上面拉，这个呢是不合适的。因为这一段时间里边，因为光绪离民国它是很近的，而且光绪晚期的仿古之风一直延续到了民国的早期，所以这个时候的这些工匠都在，技术就是随手拈来，所以做这样的事情呢，对当时的工匠来讲是比较容易的。所以落了这个款以后呢，
无非我们从商业的角度来讲呢，就是想多卖几个钱。但是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讲呢，我们搞清楚，我们能够这个实事求是的把它甄别，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事儿。所以这件东西呢，无论是胎和釉，是具有典型的民国早期的这种风格啊和工艺。所以我们镜头前的朋友呢，如果对民国的东西和光绪的东西，或者是宣统的东西，在这个区分当中有一定难度的话呢，这个东西可以作为一个标准区，标准器来把它作为今后的一个参考啊。这个其实这个胎和釉啊都非常的细腻，它没有橘皮纹，没有波浪纹。大家注意啊，这个波浪纹其实它延续到民国啊。但是这件东西它是没有的，非常细腻、光洁，胎釉都非常的洁白，这个呢是实际上是民国早期比较具有标志性的这么一个作品。所以像这样的东西，当然我讲的是就这个东西讲东西的，其实还有瓶还有一些其他类型东西都有。但是工艺它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东西的时候呢，一定要认真仔细的去甄别尤其胎和釉。当然这个里边也牵扯到一个绘画的技法、色彩的配备以及刚才我们这个董小姐也讲了，它这个呢突出了主题纹饰然后就留出了这个空间。那么这种绘画技法呢，实际上也是一个仿古的一种技艺。其实我们最早采用这种呢是宋代的绘画，我们注意了，它突出的是主题，然后留出空间来。所以03年第一次我在这个台湾故宫看它宋画展览的时候，尤其是那种完善一些册页一些小品的时候，就发现它的主题非常的明确，而且故意的留出了这个空间来，让你去想象，这个想象这个这个空间当中还有其他的方方面面的一些东西的存在。那么这件东西呢，实际上也是延续了这种做法有意识的。你看，我们注意了，明早期的或者是元代的画得非常满，到了后来才逐渐变得疏朗起来。你看，包括我们康熙的东西，有些画的就比较的满，人就顶天立地很大，对，山水画的也很满。但是到了雍正以后，它的空间立刻就把它放开了，完全和康熙就不一样。这就是一个风格的这个演变的过程。而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些东西也是一样的道理，它是传承了它这种技法也是把中国绘画的技法呢很得体的用在了瓷器上这件东西呢，应该说虽然它是有修但是这是一个典型的作品。这个呢，我们希望这个大家能够认真的、仔细的去观察、研究这个就是我特别要多说的几句话。好吧？是的，好的。那么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第5号牌品1555号民国的粉彩花卉温碗，我们觉得还是挺漂亮的一件好，我们来继续往后。这个挺好玩的。好的，我们来看我手中的这一件呢，是我们今天晚上的第1562号青铜制斗彩水仙纹的花神杯那么同样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品相是口沿有冲线及小飞皮，然后这一块我看到一条冲线，这一块看到一条冲线，然后口沿有小飞皮呢是这一块。这里有一个小飞皮，这很小了，比芝麻大。对对，还没芝麻大。然后呢，这一只的口径是5.5公分我拿在手里，大家也能感受得到，就这个的尺寸还是非常的可爱的，迎手可握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主体纹饰，
是以这个釉下的青花加上釉上的这种粉彩料，然后来描绘了这是冻石，还有这个水仙，是水仙，对，水仙这个花卉啊。然后呢，冻石和水仙呢，它都是这个长寿的代表啊，都是长寿的一个寓意。在它的另一面呢，也同样是画了一组这个纹饰啊，那等于是这个杯子上面一共是画了两组相同的这个纹饰，来代表着这个长寿的一个寓意。然后看一下它的底部，底部呢是落了一个大清铜制年制的款。这个款呢写的还是非常的标准的啊。那么这一件呢，我们说它是官窑，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是一件官窑作品。我们有好多藏友啊，每次总是问啊，到底是官窑还是民窑啊？一说起官窑就都来劲了。对。那么说起这个花神杯呢，我们不得不说起这个花神杯它在瓷器上的一个创烧啊。它最早呢是出现于在康熙时期创烧的一个名品啊，就是康熙的12花神杯。它当时这个创烧的有青花五彩的，还有这个纯青花的，对，纯青花的。然后我们这个能积攒一套12只花神杯呢，是很多藏家的一个梦想哈，对，一个梦想。那么我们这个保利拍卖，我记得前2年也拍出来一组这个花神杯，当时的价格也是非常的不菲啊，几千万的一套花神杯啊，非常的受大家的喜爱。然后呢，这个花神杯呢，它在康熙时期创烧了以后啊，就得到了康熙皇帝非常高度的一个喜爱。那么康熙皇帝几次江南巡呢，都是带着花神杯去的，这说明他对于这个花神杯这种器型的一个认可。因为康熙时期的花神杯呢，它是集齐了这个诗书画印啊4种于一身，它是带有诗文的。然后从康熙创烧了以后啊，在雍正、乾隆包括这个清中期啊，都不再见到这种花神杯。那么一直是到清代的晚期啊，那么从这个同治、光绪时候啊，我们又有这种复烧啊，又有这个延续。那么它也是受到了康熙时期的这个名品花神杯的一个影响。那么到了后期有一个延续啊。当然了，这个晚清的这个花神杯和我们康熙时期的花神杯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细致的一些差别的啊，一些区别的，各有各的特点。我只能说啊，各有各的特点。这支呢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件，值得大家去关注一下。这件东西呢，这个斗彩的这个冻石啊，水仙。那么首先寓意呢，应该是比较好的。刚才我们董小姐已经讲了，它就是带有一点这种灵仙祝寿啊，还是贺寿的含义在里头，所以呢，它是比较祥瑞的一个寓意。那么这种东西呢，在同治、光绪、宣统时期呢，都曾经烧造过啊，这个宫廷啊。那么从造型来讲呢，它肯定是受康熙啊12月花神杯的影响。但是画的内容呢，恰是水仙，或者叫湖石，或者叫冻石，那个我们南方呢喜欢把这种呢叫太湖石或者叫玲珑石。所以刚才我讲的灵仙祝寿啊，是借的玲珑石这个灵字啊，水仙的仙字啊，所以这些里边呢都是寓意啊，都有一点文化内涵在里边。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呢，我们曾经有这么一段的同光中兴同光中兴呢，对于我们中国的民族工业曾经起到过一个提振的作用，包括我们这个御窑厂烧造的官窑器啊，其实我们看到最多的在我们所见到的，其实比较有名的主要还是同治大婚、光绪大婚包括慈禧太后烧的那一批东西。其他的一些大运瓷呢，好像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反而显得呢暗淡了，所以这个呢从这个历史发展的严格过程当中呢，其实
这种大运词啊，还是应该得到我们大家的关注的。不能说是因为有了大婚词以后就把它的这个光芒给掩盖掉，这个呢也有一点厚此薄彼，这个是不合适的。那么今天我们看了这个小东西啊，说老实话，它这个比较具有书卷气，尤其是我们这个文人墨客呀，对这种东西更加的欣赏，因为它更多是一个小清新，有那种雅趣。是吧？所以它上面的这个纹是用青花勾勒轮廓线以后再进行渲染，再加上用粉彩这个添加这个叶和花卉使得这个东西呢非常的这个有那种高雅之感。不是，这是那种脱俗的不入俗套的这一个路子。所以这种小东西、小品在我们这个市场当中呢，其实也不是那么多见的。尤其像这种官窑器也数量也不是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可以得到关注它是的，毕竟也是一个名品嘛，对吧？对。有网友问这个是官窑吗？这个是官窑，是官窑给大家再看一下它的一个底款。这个底款写的也还是比较标准，然后呢，它的整个造型呢是延续康熙时期的这个名品花神杯的造型延续过来了。这件今天晚上是起拍价是2万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公道的如果有喜欢的网友呢，大家不要错过这一个小的花神杯。因为12月花神杯里面也有水仙花这个呢实际上就是延续了那种工艺，只不过它的绘画的技法呢，就是我之前在意趣说里边曾经讲过，这是釉下彩加釉上彩，和我们讲的12月花神杯呢还是略有一些不一样那个12月花神杯呢，我们刚才讲的有青花的，有青花加彩的，过去我们叫青花无彩，这些呢实际上都表述都不是很准确的都不是很准确的。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件东西呢，就叫勾勒填彩实际上就是勾勒填彩，这在《南窑笔记》当中记录的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还是按照这个我们传统的这种说法呢，其实更准确一些。是的，我们这件是斗彩的斗彩，那么画工呢也是会更加的复杂，因为它需要前后2次的一个烧造。那么第一次是需要青花来勾勒轮廓线，再进行高温1350度左右的一个入窑的一个烧造。对，然后第2次呢又需要在釉上进行这个填彩填绘，然后再进行低温850度左右的一个入炉的一个烘烤所以说它前后呢这种斗彩的工艺是非常的精细非常的复杂的有喜欢这一件的朋友，大家晚上可以关注一下了。好的，我们再换一件。好的，我们继续。坤老师，又见到您了。这个昨天的直播间也一直在陪伴着我们对。今天呢，您这个看的重点有点不太目标不对，对，目标不对。这不跑到这儿来了。康老师的手链是不卖的对。这件其实质量还可以。这件这个釉水也还比较细腻。口沿短处。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我手中的这件是1563号明万历青花双鹿纹4方窝角盘那么这件呢，先介绍一下品相，是口沿有短冲。我瞅一下口沿有短冲，这个还真不太好找。口沿短冲，难道是这一块吗？但我觉得这是一个釉下的一个小窑风，所有现象。对，这个所有的品相呢，大家可以点击我们点击这个下方的小黄车里有所有的拍品的紫光图，还有细部图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件窝角盘
这件其实拿在手里呢，要比我们看图片啊要漂亮的多。因为看图片呢，我们大家没有办法感受到它的尺寸。首先跟大家汇报一下，这个尺寸呢是一个8.3公分的一个长度啊，一个正方形的一个窝角，8.3公分。那么这个尺寸其实比较小巧的啊，可以说是一个小的一个碟子啊，也尺寸还是比较小的。而且呢，作为一件万历时期的一件作品来说，能烧到如此的这个质量，我觉得还是比较难得的。因为我们一提到这个嘉万时期啊，大家就会想起说是什么就比较粗糙的感觉。但是我们这一件万历时期的这件作品呢，我觉得还是没有让大家失望啊。这个釉水啊非常的莹润，然后呢画的也还不错，而且青花的发色呢也是挺漂亮的一件作品。我们看一下它的主体纹饰呢，是以青花来绘制了这个2只鹿啊，2只鹿，而且呢两只鹿呢画的还非常的有这种呼应啊。对，一只鹿是回首的，和另外一只鹿啊就好像跟在聊天跟在说话似的哈，非常传神。然后呢，它的这个两边看一下这个盘子的碟子的两边，来看一下这一块啊，它是画了两条那个螭龙啊，2条螭龙，就是螭龙呢，它也是一个美好吉祥的一个寓意。配上这两只鹿呢，我们知道鹿呢，它也是谐音，那个鹿就是福禄的禄啊，也是加官进爵的意思，而且也是健康长寿的一个寓意在里边啊。对，所以整个的这个画片呢，都是具有吉祥的一个寓意在里边。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背面啊，背面呢是以这个2组折枝的这个花卉。还有这个应该是杂宝吧，这是对杂宝，还有2个杂宝啊，然后做了一个外边这个外壁的一个装饰啊，底部呢是没有落任何的款式啊，也没有花压款，这个跟大家说一下。然后呢，这种4方的窝角的这种形制呢，我觉得要比我们元器啊看上去要更加的别致一点，很有特点啊。而且这种呢就是4方的，我们说1方顶10元啊，就是方器呢，它要比元器要制作上面的难度要高一些，对工人的这种要求也会更高一些。所以说这一件呢，我觉得。这个年份也非常不错啊，是一个万历时期明代的作品。那么我们有喜欢明代的这个藏品的朋友，大家可以多多关注这一件。好，也谢谢我们坤老师是吧？昨天晚上出价了没有拼过呀？啊，那我们也同样感谢您的支持啊，感谢，这真的都是无名英雄，我觉得。好，大家注意一下这种亚字形的啊窝角，我们叫窝角，实际上它这个也有一个名称，就叫亚。亚洲的亚字形啊，这种亚字形。那么这2侧呢，大家注意这个螭虎啊，其实我们研究过这个明代民窑瓷器啊，这个当中最早出现这种螭虎状态的啊，盘曲的、攀爬的，是吧？明代嘉靖，那么万历、隆庆、万历一直到崇祯都有。只不过呢，越到后面就画的越糙，这就是它有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当然我们也应该知道，它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啊？这个呢，我们要有这么一个清晰的概念。所以这个东西上面呢，依然一边画了一个螭虎，也正好符合了这个时代，啊，那么也就是明代晚期嘉庆。到崇祯这一段，但是这个上面所看到的这个螭虎呢，就跟刚才我讲的，越到后边越糙啊，那就是比较差了。但这个呢，形态上来讲呢，画的还算是细的，所以你不能把它放到天启和崇祯去。如果放到那个年代，那就错了。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要给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刚才我们讲它是个亚字形。请大家注意这种形态啊，我们嘉靖比较少，隆庆开始比较多啊，比如说提梁壶，比如说这种亚字形的多边形的
在明代隆庆时期多见，然后再延续到后边啊。那么我们还有一句话是什么呢？明仿宋，大家注意，宋代我们的定窑当中就有很多造型比较特殊的，包括像现在这种窝角的，还有一个是什么？辽代。所以这个呢，我们就要追根溯源啊，知道它什么时候出现，那什么时候还继续在延续。像这种造型呢，我们清代有没有？有，但是不多啊，但是不多。所以这个呢，在这儿呢也特别跟大家要强调一下。另外就是它的圈足的处理，我们既然是一个方的器型，那么这个圈足大家要注意，它和清代是不一样的，它是内外斜刮一刀，中间足端平切一刀，啊，这一看这个足，毫无疑问这是明代的东西，和清代没有半点关系。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学鉴定的时候，尤其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器物，它不带款，比如说有花押款，比如说有委托款啊，比如说有什么吉祥款啊，这个什么赞颂款啊，富贵佳气啊，玉堂佳气啊，长命富贵啊，万福优同啊，等等等等，甚至是些王啊，什么什么贵呀等等的这些名字字这个上面都没有。那么我们只有通过这些局部的一些处理和变化来看，它是明代早中晚期来加以一个判断。那么这就希望我们镜头前的朋友借这件东西呢，我们也是在大家共同研究，共同学习，目的就是一条，我们能够更加准确的对某些作品进行一个判断这个是对于每一个学陶瓷的人来讲这是我们的基本功，一定要做的。是的，好吧，OK。我们直播间的吴老师的基本功非常厉害，直接说这是万历的。对对对，好，这个就是要这样。所以这种东西呢，将来我们在市场当中还是能够见到的有机会见到。是的。好，来，我们再来一件。好的，我们来看这一件是1566号是一件清光绪的斗彩描金缠枝连纹盘缠枝连纹盘。那么这一件的品相呢是口沿有冲线，口沿有冲线。这好像是一条新冲这个因为都没有任何的杂质含在里边，是吧？都不是特别好去看差不多是在这一块的位置。这眼神不好，这都一下子看不出来。差不多是从这块位置，然后到口沿这儿有条冲线。那么也提醒一下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小黄车里这一件紫光图和细部图写的都非常清楚。应该就这一条吧，这个具体大家还得再看一下还得看一下细部图。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件拍品它的主体纹饰呢是以这个右下的青花加右上的这种料彩加金彩几种色彩搭配在一起就是非常的别致。它的这种缠枝莲的画法和我们一般的这种就是青花的缠枝莲的这种彩绘的方式就不太一样了，因为这种它是多种材料绘制在一起显得它非常的特别和青花的那种缠枝莲呢，就是感觉这种就是非常的这种富丽堂皇的感觉因为它有金彩在上面。然后呢，边上这一圈呢也是画的一圈缠枝莲纹我们再来看一下背面。那么背面呢，同样以同样的方式，要挂你按一下，对，好，对，好那么背面呢，以同样的方式呢，也是画了一圈的这个缠枝莲。我们知道这个缠枝莲呢，它也是在这个清代的瓷器当中
就是包括在明代的瓷器上面用的都非常的多。缠枝莲呢，它也是象征着这个为官清廉，而且呢，缠枝莲的这种画法呢，因为它的这个结构呢就是连绵不断嘛，然后所以也是象征着这种生生不息的意思啊，就是健康长寿的意思在里边。我们看一下底部呢，是落了一个大清光绪年制的6字双行的楷书款啊。那么这个款呢写的还算可以，但是呢我觉得还没有达到一个官窑的级别，对吧？对，这个也需要有一说一啊，也要跟大家如实的交流啊。但这一件呢，整体的画片还是非常具有它自己的一个代表性的啊。这种缠枝莲的画法是比较少见的，所以这一件呢，它的品相就是刚才说了，就口上有个冲线，整体来说还不错啊。这一件呢，所以今天晚上拍卖，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啊，无底价1000元起拍。好，这件东西啊，这个刚才我们董小姐已经介绍过了。那么我想强调的呢是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光绪时期出现的这种缠枝莲花上面描金的这种现象啊，这种装饰技法，其实呢，这个它是延续了清代乾隆时期的这种装饰技法。因为在乾隆时期呢，我们官窑器当中啊，见到这个很多啊这种在这个色彩上面再加精彩的这种现象。那么这种情况呢，到了光绪时期又变得更多了。这个是比较特殊的，而且呢，它这个描金的位置呢也比较特殊。我们看到的缠枝莲花呀，清代的不管是画的云还是莲花，它都是留白的。但是呢，我们现在发现它在留白的地方或者在那个空间里边呢，用金又重新的勾勒在这个里边，这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风格。而且这一段时间主要集中在清光绪到民国早期。那么像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一件，我们现在手上拿的这一件，你看到没有？它所有空白的地方它都填上了金，当然也加上了其他的，比如说叶子用粉彩勾勒啊，填彩，包括一些矾红彩啊，这些呢都是这一时期非常独有的一种装饰技法。那么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一看呢，大家都能看明白，只有这一段时间有这种东西。后来啊，当然宣统也有，那么之后呢就不再出现这种情况了。所以在鉴定过程当中呢，像这种独特的东西，我们一定要记住，它一定不会错的。在这之前没有，比如说铜制、咸丰、道光没有这种装饰技法，唯光绪和民国早期有，而且主要是在元器上啊。琢器上见的还不是很多，主要在元器上。这个呢，在这儿呢，我专门给镜头前的朋友呢再强调一下，这样有助于我们在鉴定过程当中，我们开门见山，一目了然，一看到这个东西就基本上差不多了，就知道它的年代，因为它太有年代感了。是的。好的。坤老师在您的老家扬州。是不是好朋友啊？是吧？慈爱的对不对？我们来换一件。好的，我们这位朋友跑到扬州去了哈。换一件。好。好的，我们来继续看我手中的这一对碗呢，是今天晚上的1567号啊，19世纪粉彩过枝赖瓜纹碗一对，19世纪的粉彩过枝赖瓜纹碗一对啊。那么这2只碗的品相呢是底款均有磨损这个我们这品相查的也太仔细了啊。底款有磨损啊，2只的底款都有磨损。那么因为矾红，这是一个矾红的一个款啊，因为矾红它是属于低温彩，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有这个磨损呢，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现象啊。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这一对碗呢，它的口径啊都是11公分，应该说比茶园呢略大一点点，但是呢也是属于碗里边尺寸较小的一种，显得它比较的精致啊，比较的精致。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主体的画片儿，主体纹饰呢是以粉彩画了这个赖瓜纹啊，画了这个赖瓜纹。那么它的里边呢也是一个赖瓜纹，然后呢，我们知道赖瓜呢，因为它是多子嘛，因为它的子比较多，所以呢也是谐音多子，那么多子多福的意思啊，非常的具有吉祥的一个寓意。这对碗呢比较特别的之处呢，是在于它的一个画片的绘画技法，是它采用了一个过枝的一个技法。大家看一下，就是说它的这个画片呢是从外到内啊连起来是一个完整的画片，我们说这种过枝的技法呢也叫过墙啊，我们有的也说它是过墙的这种技法，它是瓷器外边的画一半，里边呢再画一半图案，那么里外连起来呢，它就是一个完整的图案。然后这种绘画技法在清代瓷器上呢，应该说最早在康熙时期啊出现的比较多。这种过枝的这种绘画的技法，那么康熙时期的那种斗彩的过枝凤凰纹的那种啊，也是就是那种小斗笠碗上面经常有这种过枝的技法。那么这种技法呢，其实对于画工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因为它要考虑到这个内外这种画片的一个呼应和连贯性，所以说它不能说是画的断断续续的，一定是要有一个整体的一个画片。而且呢，这种过枝的技法从康熙时期，就是说从清代康熙时期比较多见之外，那么一直延续到这个雍正啊、乾隆啊，也多为见到这种过枝的技法，而且呢多是在那种非常名贵的，比如说这个过枝9桃纹的这种大盘啊，雍正的那种大盘，现在拿出来一个盘子都是好贵的呢。啊，所以这种技法一般都是在非常讲究的这种瓷器上面出现啊。那么到这个道光时期，包括到晚清呢，也一直延续了这种技法啊，这也是比较特殊的一种画的一种工艺啊。然后呢，它这个靠近圈足的一圈呢，还有一个这个金彩啊，作为一个装饰。其实包括它的圈足啊、底足啊，也有这个金彩作为这个装饰啊。应该说还是比较精致的一件啊，配上这个就是粉彩，配上这个金彩，还是比较富丽堂皇的一件作品。好，强老师。好的，咱们再来。好，继续。这件是1570号清乾隆的红釉天球瓶啊，我们说这种单色釉的作品啊，在这个镜头底下有点吃亏啊，因为大家现在看到的有点发暗发黑，其实它要比这个镜头里边要漂亮啊，要漂亮。我们说单色釉的拍品，那么首先第一是看它的形制啊，看它的形制，然后第二呢是看它的颜色。那么这2项啊，当然第3肯定是品相也是要关注的嘛。那么这3项呢是决定一件单色釉作品它的价格如何的一个最主要的3点啊，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啊，就是说它的一个形制，这是一件天球瓶的造型啊。天球瓶呢，这种造型呢，在瓷器上出现是在永宣时候啊，开始在瓷器上创烧。那么永宣时期的这种天球瓶呢，目前已经是非常少见了，而且但凡是露出来一面啊，我觉得都有可能会引起这个拍卖行业的一个小的轰动，对吧？这是一个非常名贵的一个品种啊，这种造型。那么我们这一件呢，也是延续了这个天球瓶的一个造型。我们说天球瓶呢，它其实是古人呢，他对于这种宇宙观的一种承载和体现，在瓷器上的一个体现。因为它的这个肚子啊，就是浑圆的一个曲线，特别像在宇宙当中的这种恒星啊，像这种球体啊。所以说呢，古人呢就把这种对于宇宙的这种神秘感啊，把它的这种
这种体现呢，就体现在我们这种瓷器上面了啊。这个古人也是非常的具有想象力啊，把它体现到我们瓷器上，然后天天摆在家里，还可以这个去发挥想象，对吧？啊，然后第二呢，我们再来看它的一个颜色。我们这一件颜色呢，属于是这种，我觉得可以称它为牛血红啊，真的颜色还是非常的纯正，非常的沉稳啊。而且非常的，就是说它不会说出现这个红一块白一块的这种，它整个呢从上到下啊，这个包括这个一圈啊，烧制的都非常的匀称，这个颜色呢是挺漂亮的一件啊。然后第三，我们刚才说了，说要看它的品相，我们这一件的品相是圈足有科，那么正好呢也给大家看一下圈足有科。它是圈足的状态是这样子啊，圈足的状态是这样子。其实呢，需要更正一下，这个呀都不能说是它的一个品相问题，因为这是它当时就是出窑之后啊，它都是需要进行敲底的，就是这种底啊，它都是要经过敲底的，因为它是有这种沾沙的现象，对吧？因为它是放在这个粘在窑具上，对，窑具上面烧造，所以它必须得经过一个敲底才能展示出来。啊，那么这种呢，足科呢，应该说它是出窑时候，这种工艺所造成的，并不是说它后期所造成的啊。对。然后呢，我个人是特别喜欢这件口部的这种，有点像鳝鱼黄，就是有点像茶叶末釉黄釉的那种感觉啊。这种有一点酱口，然后显得这一件呢，就是特别的古拙啊。这件口部的这个颜色。还是搭配起来非常的漂亮啊，因为它这种流淌下来，然后这种口部呢，它就变成了这种颜色，非常的古拙，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件。而且呢，口部呢镜头里边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有一个上海友谊商店的一个老签啊，当时一口价多少钱不知道啊，反正这是也是早年的一个库出的作品吧。而且呢，也跟大家剧透一下，这一件呢也是我们在几年前我们易趣拍出来的一件作品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回购。行，这件东西呢，刚才我们董小姐也已经讲了啊，这个是军红啊，军红呢是2件相分相釉，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创造的一种独特的这个色釉。它的出现呢，对于中国陶瓷的装饰技法以及对它的这个产生的影响，这是不可或缺的啊，影响非常大。那么这个东西呢，主要我们讲这个铜红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在还原焰气氛当中形成的氧化亚铜。那么这个颜色呢，也很独特，它和所有的我们其他瓷器的这个釉表面的这个光洁度都不一样的。我们讲这个狼药红，它产生的一种效果像镜子一样像这个颜色，而这个东西呢，它不是，它是通过釉里的2氧化硅形成的小玻璃珠这种分散相和连续相。连续相是什么呢？这个5氧化2形成的这种气泡，这两者之间通过它的叠合在一起通过我们的光线的折射，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颜色。当然这个里边的成色主要是氧化亚铜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颜色呢是非常浓艳的这个鲜红的颜色。那么这个口沿上，刚才这些董小姐也很赞美，的确这个红我们讲它有窑变，这个东西呢它没有窑变，但是可是它口沿上呈现的这种实际上呢是氧化亚铁形成的因为它的这个红的形成它是有规律的，它一定这个厚度要达到0.3毫米以上，这个釉里的红颜色才能呈现出来。但是如果低于这个厚度，那么它红颜色是不可能呈现的。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狼窑红上面有口部变白脱口垂足狼不留，这个脱口的这一部分是白的，而这个里边呢，按道理也能检测到微量的铜，但是由于太薄，所以它呈现不出来，对吧？这个呢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举一反三。由于它这个地方的
往下垂流烧的过程当中，所以它很薄了。薄了以后呢，胎里的其他的化学元素形成了给我们感觉像个铁口一样，这种感觉很舒服啊，很漂亮。而且呢，这个釉呢，我们知道这个均红的釉呢，它是流淌的，因为什么呢？它这个釉虽然很粘稠，因为它是多次上釉的，一次烧、2次烧、3次烧都有可能，所以它这个釉呢是会自动的往下垂流。所以我们刚才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这个竹啊，我们官窑器跟它是不一样的。从雍正开始仿这个钧窑开始，它的底足的这一部分是有意识的把它加高，然后呢用电饼或者电圈把它支垫起来，即便是釉留下来粘到了窑具上，它最后处理的时候用沱锯把它平切掉。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官窑器，它的圈足处理的都非常漂亮，没有像这个我们像一个狗牙一样的这种。这个呢是我们民窑在这方面呢，这个也是考虑到它这个需要很多的材料需要花更多的资金，那么所以的话就比较简陋了。那么这样的话一来就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这个电饼垫了上面以后，这个釉留下来以后，你看这一圈就是粘的，你看没有？这就是粘的结果。最后没办法，只好慢慢敲。那么敲了以后呢，就会形成这种现象，这个不奇怪。这个呢是时代留给我们的记忆。所以我们不要说，哎呀，这个东西怎么这样？对，这也是烧制的又一个工艺。这个呢是这个我们民窑当中在烧的过程当中形成的这么一个独特的现象。那么给人感觉好像是一点人为破坏，但是呢，这完全是出于一种无奈，因为他如果拿到那个请沱锯师傅再去要平切，那是要花钱的。所以这个种种这些事情综合起来考虑，它就会出现我们现在眼前所看到的这一切。但是这不奇怪，这就是时代的特点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清代民窑当中所见的这个钧窑，不管它是什么颜色有窑变的，有像我们今天这个纯红颜色的，或者是带有月白色的，这个底足的处理基本上都是这样这个是不奇怪的那么这件东西本身，你看又是沙底，你看这个底下还有火石红，很明显东西开门老。这个是2次氧化形成的铁的锡晶形成这个效果，所以这个年代也是比较好，不错这个颜色呢也是我们讲一口气还是比较好的。好的，我手中的这一件呢是我们第1572号清康熙的外斗青釉内青花山水高足杯，内青花山水大家看一下。好的，那么这一件呢品相是圈足微科，口沿冲线。口沿冲线在这里，口沿冲线在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小颗，比较小。其他的冲线好像没有。这一块那就是刚才这刚才那个，就是刚才这个。然后呢，圈足微科，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这块非常小非常小，圈足微科。那么这一件呢，我拿在手里，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一件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是一件非常有特点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造型我们叫它高足杯。那么这种造型的高足杯呢，我们在瓷器上面还有一个别的称呼就是有叫它高足把杯因为是可以这么手把着然后呢也有叫它马上杯也有叫它马上杯的这么一个称呼为什么叫它马上杯呢？因为这种造型呢就是在元代的瓷器上面较为流行元代的瓷器上面较为流行，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元代呢它是游牧民族然后生活在这个草原上，然后草原上的人都喜欢这个骑马，如果是他们拿着一个碗来又爱骑马又爱喝酒怎么办呢？
然后呢，他们就发明了这种马上杯这么一个造型啊，一个造型。因为如果是拿着这种传统的这种大碗端着在马上骑的话，肯定多少还是有一些不太方便。那么这种造型呢，它就比较适合于他骑在马上，一手拿着缰绳，那么一手端着这个捏着这个把杯啊，这样就比较的方便一些啊，比较的方便。然后呢，这件呢也是表达了这种游牧民族的这种草原文化，后来对于中原文化的一个影响啊。然后后来呢，这种杯子呢，也慢慢发展到不光有高足杯，然后还有高足碗，然后还有高足的这种盛盘，对吧？然后这都是通过这种生活上面的一些影响，然后一代一代这么传承影响下来，那么从而在瓷器上面也是有所体现啊，也是有所体现。然后这一件呢，需要跟大家说一下，它还有一个开封市文物商店的一个标识啊。那么这一件也是有一个文物商店的背书，有一个它的来源，然后它的外边呢是整个的施的是豆青釉，和我们这种传统所见到的什么红釉啊、蓝釉啊不一样。这种豆青釉呢，有它自己的这种低调美啊，有它的低调美。然后，而且它整个就是烧制的非常的匀称，除了在这个底部的这个圈足这一块啊，因为基釉呢，它有一点点深的这种基釉的感觉，它整个的器身呢，就是颜色烧制的都是非常的统一，非常的匀称。这个作为颜色釉的一个判断一个标准来说，就是说颜色匀称一定是它的一个加分项啊。然后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杯子的里心啊，里心呢用一个非常就是简单的这种寥寥几笔，但是它就画出了这种康熙山水画片的这种意境在里边啊，大家可以看一下，简单的寥寥几笔，然后画出了远处的高山，然后空白处它其实是水流，然后还有近处的垂柳，还有这个高大的树木啊，它其实也有这种留白的这种工艺在里边，给了大家无尽的一个遐想。而且呢，它的这个杯心里边啊，其实这个能画的这个区域啊非常的小，它在有限的空间里边用寥寥几笔表达了这种意境呢，其实是非常对于画工的这种考验还是蛮大的啊，还是蛮大的。说这杯子拍回能做喝茶用吗？可以喝茶呀，因为这种它就是以前可能也就是喝茶喝酒的嘛，这个可以啊，您可以重温一下古人的这种韵味啊，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底部啊，底部呢是这种就是斜刮一刀的这种就是修胎的痕迹啊，大家还能看得到啊，这种修胎的痕迹。然后呢，它的里部呢就是靠近里部呢，它是施的有釉的啊，然后外边呢这一圈是没有釉的啊，没有釉的。这一件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雅致的一件小气大样吧，我觉得这件作品还是非常不错的。会不会漏水啊？不会漏水啊，它就是有一个小冲，特别小的冲啊，这个不影响使用的，非常的别致。好。这件东西呢，大家在镜头前面已经看得很清楚，这是一个高足的杯啊，高足酒杯。那么它的釉呢，外面呢是豆青釉啊，里边是青花。那么这种工艺呢，在我们明代的